冤枉！冤枉！人赃并获，还敢狡辩？胆敢在彭城王府做这样的事，谁都救不了你。若是把你交到廷尉手里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带走。你说小姐这是去哪儿了呀？她怎么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没看到她出去啊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回来了！回来了，你没事吧？你身体还没痊愈，你不能乱跑。就是啊，有什么事儿交给我和小新去办就好了。对啊，你们两个别急，我没事儿，倒是你们还得好好的休养呢。来，你俩先坐着，我给你们说点事儿。之前有人在我的玉肤膏中下毒，但是已经被我发现了，之后不再敷那个药便会好了。那我们之前帮你敷的那个鱼肤膏呢？放心，你姐姐我这么聪明，之前一早就识破了，偷偷早就换过药了。啊，那是什么人如此狠毒啊？这个人得被砍头才行。不必担心，这一切自会有王妃定夺。你们两个之前为我做的事情，我都知道了，以后可不许再为我做那么傻的事情，听见没有？我出自寒门，你们两个跟着我，真是受苦了。我们不怕，只要小姐不嫌弃我们，我们就一辈子都跟着你。好，那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，我们是亲人，是姐妹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我们都要好好的活下去。是，小姐。是姐姐。是姐姐。哎。紫金姐姐，到家了。是不？下车。风儿，回去告诉你大哥，我王子金这辈子注定是他的人。不管我爹同不同意，我这辈子非他不嫁。紫金姐姐，听见没有？回去吧。关府门，谁今后再敢放小姐出府半步，严惩不贷。是。您要罚，就罚我一个人，跟他们没关系。您关得了我一时，您关得了我一辈子吗？你怎么就不明白爹对你的一番苦心呢？您从来都只关心我的人，根本不关心我的心。将军还在想侄儿和紫金的事儿。
若不是当年的事，王兄也不会耿耿于怀。真是难为这2个孩子了。你身为将军，有你的职责。当年的事，将军无愧于百姓。也许过不了多久，王公他就会想明白的。但愿如此。我不想因为我们以前的旧事，断送了孩子的幸福。大哥，下这么大雨，你还值夜呢？不着急，你们继续往那边巡逻，我随后就到。已经把紫金安然送回去了。我办事你还不放心？那就好。怎么，不听我的，没和紫金姐姐私奔，后悔了？早上还浓情蜜意，刚被爹说了几句，这会儿就跟打了霜似的。这男女的感情啊，我看就是麻烦。以后无论任何的阻碍，我都不会有分毫的动摇。紫金的心里有我，我的心里亦会始终有他，至死不渝。哇，这爱情的力量可就是大啊！居然让你这个木头柱子说出这种话来，真是又酸又动人呐！去，等你遇到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，自然就会明白。我才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死去活来的，小爷我一个人乐的，自在逍遥。别嘴硬了，感情的事可不是你说了算。好了，快回去，一会儿郑叔又该不让你回家了。你这是要赶我回去啊？我要跟大哥一起值夜。好，那我们走。轩儿要是忙的话，就不用日日来给母妃请安了。左右也没什么大事儿。给母妃请安是儿子的本分。这香的味道和以往不同啊。哦，这是天竺沉香。你四哥说是宫里送来的，难得的很，说是有助于安神。这宫里送来的东西果然不俗啊。收起来吧，轩儿啊，你帮母妃看一眼。这是你四哥那侧妃的章程。规格很得体啊。怕是太盛大了，会惹人非议。沈家再丰功伟绩，那毕竟也是庶族出身，况且这府里还有王妃呢。母妃，只要能为社稷忠心效力，又何必计较这么多呢？哎，你们朝堂的事啊，我也不懂。只要你们觉得需要，那就需要呗。王妃到。母妃，什么事啊？有人在沈家小姐的御肤膏里下毒。下毒？他现在怎么样？人没事，下毒之人当场被抓，已经带下去审问了。母妃，儿子还有公事在身，就先行告退了。大婚在即，就别节外生枝了。这件事，先别跟康儿说了。是，都是妾失察了。唉，不怪你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去看看沈家小姐。母妃慈爱。小姐，你这花插的连小新都看不上眼，还不如路边的小野花呢。是啊，我也觉得这漫山遍野的野花都比这好看，干嘛还要学这个呀？哎，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参见殿下。免礼。
我刚才听王妃说有人要下毒害你，你可知道何人所为啊？王妃已经在查了，一些小伎俩而已。多谢殿下关心。彭城王跟沈家联姻，沈小姐应该是知道目的的，所以你一定得小心。你有什么事让她找我，我经常在这府里走动。放心吧，殿下，这些小事我自然应付得来。放心吧，殿下，这还有我呢。殿下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小姐学好礼仪，就什么都好了。来，你来，你看这不听话的，弄得乱七八糟的，等会儿月没过过还得来检查呢。你家小姐自幼行走江湖，那是行侠仗义，舞得了枪，弄得了棍。不过这插花嘛，不禁她误，没把她弄折，算你运气好。殿下，怎么连你也取笑我？好了，这个应该可以交差了。哇，小姐，你倒是好好学着点儿，人殿下又不能每次都来帮你。不过我倒是看会了，下次还这么差。有劳殿下了。哪里？小姐，茶点准备好了。殿下，先喝杯茶吧。好啊。沈小姐，别动。多谢殿下。这殿下不是有公事急着要处理的吗？我有点累了，先回吧。是。对了，陆源怎么样啊？有他的消息吗？自从陆元帝死了以后，陆远确实安分了不少，对谁也都客客气气。知见殿议事的时候，连话都不说。以他的心性，不应该如此便能放下。降了职，削了权，自己的父亲还顶了罪，以他的心性，不可能放得下。我觉得，接下来他会和谢家合作。谢家？王妃的谢家？没错。是因为我吗？你只是表面的一个引子，更重要的是世俗的利益。不过你放心，陆远那边我盯着呢。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还去见见彭城王。你万事自己小心，有什么事记得找我。你和彭城王关系很好？那当然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。走了。不过是本王纳了个侧妃，不用如此兴师动众吧？殿下难道忘了太妃寿宴一事？大喜之日，还是谨慎些好。下官已和沈直将军商议，当日由他负责王府内东南方巡访，下官负责王府外西北方巡访，确保大婚顺利进行。请殿下放心。陆中护，之前可是率领千军万马之人呢，这如今为了本王纳妃一事亲力布防，屈才了。殿下大喜，我等定当尽心尽力。只是，殿下和庶族联姻，这目前还有部分大臣心存微词啊。毕竟此事史无前例，恳请殿下再多给些时日，我们也好有时间去宽慰那些心有疑虑的大臣。部分大臣？谁呀？谁？他们有异议可以直接跟本王说吗？干嘛要在背后为词？本王心意已决，大婚之日已定，不容更改。是，殿下。何事？霍校尉差快马自丹阳，呈上奏书一封。这丹阳儒学馆内有恶徒啊，竟敢用谋逆之文诬陷学子，
还好被霍校尉当场抓获，并附上污蔑的文章，请殿下发落。这本王刚下令在各地开设儒学馆，让寒门学子有入仕之途，就有人急不可耐了，从中作梗。中书令陆中虎，来，过来看看。这文章用词，为了对付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学子们，如此阴损小人之举都用上了。陆中虎，我看看。殿下所言极是，如此栽赃陷害，确实是不择手段。的确是不择手段呐。此事一看就是受人指使，恶意为之啊！这件事定要慎重彻查，免得那些学子再白白遭受不白之冤呢。查，当然得查。霍校尉抓获时还说，学子们是因为得罪了两大门第。哦，两大门第。两位，你们觉得是哪两大？在下不知啊。唉，开儒学馆，办公学，不就是为了让百姓们能够懂礼仪、识大义，这样少一些纷争，各级官员不也少些事吗？怎么就不能体会本王的苦心呢？我大宋乃重礼之邦，若人人行此忠孝之义，乃大宋之幸事。还是中书令识大体，绝不能容这些宵小之辈胡作非为。殿下说的是，本王就把此事交付两位。从今往后，大宋儒学馆的学生就由两位来保护了啊！这样，本王也就不用忧心了。是，那你们退下吧。中书令，中书令，你切莫动怒啊！中书令，中书令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士族的利益呀。陆中户，陆中户，你这一计还真是思虑欠周啊！是，中书令，你无需多虑，我自有安排。中虎，刚收到消息，沈离阁被下毒，沈乐清的贴身侍女林夕被当场抓获。自作聪明。你居然敢骗我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不是中虎让我对付沈离阁的吗？那现在呢？沈离阁安然无恙。若中虎当时能出手相助，沈离阁定不会活到现在。倒还敢埋怨中虎，你该好好想想，若林夕那个丫头把你供出来，你该怎么办？林夕不会出卖我的。人心易变，只有死了的人，才能真正让人放心。林夕是这样，你也是这样。我绝不会出卖中虎。出卖？你有什么可以出卖中虎的？中虎收留你，你就应该好好感恩戴德。我劝你不要妄自揣测中虎的心思，乖乖奉命行事。明白了吗？乐清明白，乐清知错，下次不会了。那丫头的事情，你自己解决。我会解决。不会让人抓住把柄。顾飞，吃个橘子。一看见这橘子，我就想起彭城王的生母。也就是因为这么一个橘子，
招来了争风吃醋之祸。后来，所以啊，天底下的事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轩儿不懂母妃的意思，还不明白吗？为什么要去翰林阁？为什么要去见沈家小姐？我只是路过而已。路过也不可以。若是被有心人制造谣言传了出去，你说你该作何解释？母妃，我和四哥之间是以诚相待，就算有人居心叵测，我相信四哥他绝对不会怀疑我。轩儿，你太天真了。还不说，再不说就把你送到廷尉，到时候可有你苦头吃。给我狠狠的打！姑娘怎么来了？我们家小姐看看那个下毒的小侍女，这种地方怕是不适合姑娘来。住手！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姑娘，还是让我陪着你吧。怎么，怕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吗？出去。是。等着沈乐清来救你啊！你倒是忠心护主，可是你家小姐那个性子，你还不了解吗？你待在这儿越久，她的心里就越不踏实。若是她一旦心生猜忌，怕你经不住刑罚，说了些什么，你说，她心里会怎么想？她又会做些什么呢？我可给你一条生路。你仔细斟酌，想明白了。玉安姐姐，你怎么？你去哪儿了你？你怎么还这么若无其事的样子？哎呦！玉嫣姐姐，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？这么大的事情，谁还沉得住气啊？沈离哥今天去了刑房，亲自审问了灵犀。他真的去了？他都问了些什么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他把我们都赶出去了，都是你惹的祸。我告诉你，万一要是事情出了岔子，牵连了王妃，连中书令都保不住。玉嫣姐姐，别生气嘛，来，跟我来。干什么你？跟我来嘛。去哪儿啊？哎呀，来，玉嫣姐姐坐。玉嫣姐姐，没事的。你别再跟我来这一套。玉嫣姐姐，我答应过你，即便真的出了什么岔子，这一切也与姐姐无关，更与王妃无关。我沈乐清一人承担。哎，姐姐，我新挑的镯子跟姐姐很配的。你真的不怕吗？怕有什么用啊？事已至此，只好迎难而上了。不过，姐姐还得帮我一个忙。你又要干什么呀？还你！哎呀，
就是借姐姐的腰牌一用。我要去见灵犀。干什么的？跟我来吧。灵犀，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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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来救我的吗？小姐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我什么都没说。我知道。你受苦了，小姐，灵犀心甘情愿的，小姐。玉烟都跟我说了。离哥来见过你，小姐，我相信你。来，小霞，从前你最爱干净，如今弄成这副模样。是我害了你，小姐。我知道，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丫头，不仅是对我，对你的弟弟、妹妹也是一样的。他是主谋，而受过的却是你。你觉得这样公平吗？你若还想活着，我可以给你一计。这人生在世啊，心中总有牵挂，也有想要珍重的人。有些时候，为了他们，也不得不牺牲些什么，哪怕是牺牲自己。你说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，灵犀？小姐，灵犀知道了。小姐在外也要万事小心。那些藏在侍女房的见血蛊，小姐赶紧烧了吧，免得留下把柄。果然没有白疼你。你最爱吃这种包子了。你看，我特意做了给你。小姐，谢谢小姐。那你慢慢吃，我先回去了。灵犀，对不起。我也不想的。沈乐清，如何？灵犀是否都认了？我对灵犀有救命之恩，她不会出卖我的。真的这么肯定？我相信灵犀。这是
见血窟。见血窟。放心吧，这最后一点见血窟也都烧了，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了。那灵犀呢？我们王妃新辞，中书令派我入府，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姐姐放心，没事的。徐志远，气度端宁，可任职为侍御史。方清。吏部郎，请留步。本王觉得你这官帽有点歪呀。哎呀，你看。哦，哎，多谢多谢。为何不读了？殿下，这份奏书不是下官原本拟的那一份。哦，竟然有人敢在奏书上做文章，拿上来，本王看看。方清籍内得以交修，然心达旦，破卷通经，授以文职，礼亦然也。即日进侍郎尉，行尚书事，随侍入朝。本王觉得这份奏书并无差错呀。殿下，方清之父方永怀因怯战被斩首阵前，方清之师更因谋逆之罪自枪于狱中。方氏一族皆是有罪之人，怎可入朝为官呢？方清之师亦本王之师，依中书令之意，是否本王也没有资格坐在这里啊？下官惶恐，下官绝无此意。中书令，是方清人有问题，还是奏书的内容有问题？如果中书令有质疑，那就把这奏书上的所有人的生平家世才学，通通给本王再查一遍。殿下，方清博学宏才，卓尔不群，可担侍郎之位。中书令，中书令，你就不能听我说一句吗？刚刚你为何不反对？为何不反对？那方清是什么人？是寒门，怎可入朝为官？一旦开此先例，我等以后如何服众？这明摆着是彭城王的计策，我们怎么办？难道抵死反对？那为何刚刚彭城王提出重新审核那些人，你立马就附议了？难道说这中正全选的其他人还有什么隐情？或者是……绝无，我陆家也是士族大家呀，怎么会愿意与那些乌合之辈同朝为政？绝对都是经过品评挑选，且能为我们所用之人呢。希望陆仲虎此次所言不虚。伪君子，假清高。
他不过是以权谋私，还自以为比我高尚。一旦方清婉离朝堂，这以后的形势只能对他越来越不利。彭城王，沈小姐到，行。跪，拜，起。民女参见太妃、王妃。倒也是仪态万方，有雍容华贵之相。看来王妃是花了不少心血。沈小姐也是勤奋。说定当勤于练习，不辜负殿下和太妃的厚爱。此外，殿下为你赐封号为离，离取自你的名讳，以示郑重。待大婚之后，你就是彭城王府名正言顺的离妃了。谢彭城王恩赐。那入府之后，可要安分守己，恪守礼法，好好的伺候彭城王。莫要做一些惹人非议之事，明白吗？民女明白。民女定时刻谨记太妃教诲，谨小慎微，谨守本分。起来吧。谢太妃。王妃，请先恕民女不敬之罪。民女有一事禀告。妹妹有话快说。民女已经找到指使侍女在御夫膏中下药之人，此人就在焦华阁之中。什么？以你之言，你是说王妃要加害于你？太妃恕罪，民女绝无此意，只是此人居心叵测，藏身于焦华阁之中，欲借王妃之名借刀杀人。你可有证据？若是将焦华阁之中所有的侍女全部召来，我就能当场指认。母妃，我愿配合沈小姐一起调查。春芳，在，你和玉嫣去把焦华阁的侍女们都带来。是。奉太妃指令，焦华阁所有侍女即刻前往仁寿阁。是。跟我走。姐姐放心，没事的。柳芳儿、邢玉嫣、张奴、沈乐清。慢着。妹妹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何时入的府啊？妹妹，你认识他吗？太妃、王妃，请恕罪，我是沈府二小姐，沈乐清。回禀王妃，青儿的确是我的妹妹，远嫁途中逃婚，没想到竟藏入了彭城王府之中，指使侍女灵犀在我的御夫膏之中下药，
什么下药？太妃、王妃，我冤枉啊！下药一事，我真的毫不知情。你既是神府的小姐，又怎么会入了彭城王府做侍女啊？是因为爹娘要将我远嫁，我才逃婚入府。青儿只是不想远嫁，青儿指天发誓，绝无谋害长姐之心。姐姐，你不要含血喷人啊！太妃、王妃，口说无凭，请允许人证上殿。好，带上来。拜见太妃，拜见王妃。灵犀，怎么伤成这样啊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告诉我啊！灵犀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，就尽管说。在太妃和王妃的面前，他们可以为你做主。太妃、王妃，是我愚钝受人蒙骗，才做出这样的事。快说，是谁指使的？是玉燕，是她指使的我。回去。灵犀，你在说什么？大小姐，是玉燕让我在玉府高中加重见血库的分量，不然就要把我赶出府。她还说，必须要在大婚之前谋害大小姐，绝不能让殿下宠幸大小姐。血口喷人！你不要听！走开！你个小侍女，你竟然敢陷害我！我没有！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我没有！王妃，冤枉！我什么都没有做。王妃啊，这府里可容不得心思如此歹毒之人。王妃，你千万不要听信一个小侍女的片面之词。我伺候您多年，我一直是一个谨小慎微、安分的人啊。特别是新进府的那些丫鬟，沈冷清，一定是她入府的时候，我罚过她，她一定是怀恨在心，她污蔑我，一定是她陷害我。太妃、王妃，青儿身份卑微，连进内殿的资格都没有。玉燕姐姐，青儿与你并不熟识，你为何要出口中伤我？够了！此生泪如小巷无边际，痛到风花雪月与你，用尽这一生的眼泪换不起耳语，待天开运气再来及，此刻各司切切操心志，爱抚到笔尖巧语里，踏破这一刻的生死绝尘而去。